今天下午阳光挺好的。刷着刷着，突然就看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采访切片，是关于谭健次的。平时看他上热搜，多半是因为什么搞笑的梗，或者是在哪个综艺里又成了气氛组担当，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但这次不一样，这次的话题特别安静，也特别戳人。他回应了自己拍戏时自带 BGM 的习惯，还提到为了新角色谢雀山，他专门建了一个专属歌单，并且说想发出来分享给大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端着茶杯的手稍微停顿了一下，脑子里一下子就浮现出他在片场的样子。你想想看，片场是个什么地方？那是一个极其嘈杂、极其充满现实感的环境。灯光架、轨道、场记清脆的打板声，工作人员来回走动的脚步声，甚至还有旁边剧组隐隐约约的说话声。可是他说，他要自带 BGM， 其实很多演员都有自己入戏的方式。有的人喜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默戏，有的人喜欢和对手演员一直聊天找感觉。但用音乐来构建一个角色的精神世界，这真的是一种很细腻也很私人的体验。我特别能理解这种感觉。音乐这东西，它不讲道理，它不跟你讲逻辑，它直接绕过你的理智，一把就揪住你的情绪。当你戴上耳机，按下播放键的那一瞬间，周围的物理空间其实就消失了。谭健次在片场戴上耳机，他听到的可能不是什么震耳欲聋的摇滚，也不是什么洗脑的神曲，而是一段能让他瞬间沉下来的旋律。他通过这个旋律，把那个喧闹的片场在脑海里重构成了谢雀山所在的那个风雪交加、暗流涌动的世界。这得需要多强的专注力，又得对角色有多深的共情啊！说到谢雀山，只要稍微了解过和不同周度这个故事的人，心里大概都会咯噔一下。这是一个太苦、太沉、太让人心疼的角色了。他身处乱世，背负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家国重担，要在敌营里潜伏，要在刀尖上跳舞。他不能有自己的软肋，不能轻易表露情绪，哪怕心里早就千疮百孔，表面上还得是一副云淡风轻，甚至玩世不恭的模样。你要去演这样一个人，光靠背台词、走位是远远不够的。你得先在心里把他活出来。我就特别好奇，也特别想去听听谭健次到底会给谢雀山选什么样的歌。我甚至能想象到，这个歌单的封面可能就是一张色调很暗的图，或者干脆什么都没有，就是系统默认的背景，低调的就像谢雀山本人一样，把所有的心思都藏在深处。我猜，这个歌单里绝对不会有那种太欢快、太明亮的曲子。它可能很大一部分是纯音乐，也许是那种很低沉、很克制的大提琴独奏，琴弦摩擦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岁月沧桑的颗粒感，就像谢雀山在无数个深夜里独自咽下的那些委屈和秘密。当大提琴的声音拉响，那种绵延不断的悲伤，就像是他身上那些无法愈合的旧伤，隐隐作痛，却又不能让人看出来，也许会有那种空灵但又带着一丝悲凉的齿疤或者箫声。风吹过的声音，像是乱世里飘摇的落叶，也像是他站在城墙上，看着远方故乡时，眼底那一抹化不开的哀伤。那种音乐一响，你仿佛就能看到谢雀山孤零零地站在风里，衣角翻飞，背影挺拔，却透着无尽的孤寂。甚至可能还会有一两首歌词写得特别绝的流行歌，那种歌手用近乎呢喃的嗓音，唱着求不得、放不下、身不由己。当谭健次在拍一场谢雀山和爱人不得不擦肩而过，却连一个眼神都不能多给的戏之前，他可能就在心里默默循环着这样一首歌。等导演喊 action 的时候，他抬起头，眼睛里的那种破碎感和隐忍，绝对是能直接穿透镜头，砸在观众心上的。其实了解谭健次的人都知道，他私底下性格特别好，有点逗，经常自黑，跟谁都能打成一片。你看着他笑的时候，会觉得这人心里大概没什么烦恼，是个特别阳光开朗的大男孩。但这就是他最厉害，也最让人着迷的地方。他能把自己身上那些明亮的、活泼的部分，小心翼翼地收起来，然后把自己揉碎了，塞进谢雀山那个阴暗、压抑、充满裂痕的躯壳里。他建这个歌单，其实就是在给自己搭一座桥，一座从谭健次通往谢雀山的桥。每天收工后，他可能需要听几首特定的歌，把谢雀山留在片场，然后再做回谭健次。而在开工前，他又需要听着这些歌，一步步走进谢雀山的内心，去承受那个角色该承受的痛苦。这种来回的撕扯，其实是很消耗心力的。但他愿意这么做，甚至乐在其中。这说明他是真的爱上了谢雀山，是真的想把这个人物完完整整、有血有肉的交到观众面前。现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剧有时候也挺浮躁的，倍速播放，只看 cut， 甚至只看解说。很多剧里的角色演着演着就变成了一个推动剧情的工具人，没有灵魂，
没有厚度。所以，当我看到谭健次说给谢雀山建了个歌单的时候，我心里是有一种莫名的感动的。这种感动不是那种粉丝对偶像的盲目崇拜，而是一个普通观众在察觉到原来有个演员在这么用心的对待我的眼睛和时间时，那种被尊重的欣慰感。他不是在演谢雀山，他是在陪谢雀山走过那一段人生。他用音乐给这个角色注入了呼吸，注入了心跳。他让谢雀山不再只是剧本上几页单薄的文字，而是一个会痛、会笑、会在深夜里听着同一首歌默默流泪的活生生的人。他在采访里说，要把这个歌单发出来，分享给大家。这句话真的太温柔了。他不仅自己在这个音乐世界里沉浸过、感动过，他还想把这份感动传递出来。他像是在说，你们看，这就是我心里谢雀山的样子，你们听听看，能不能感受到他的心跳？我已经能想象到，等这个歌单真的放出来的那天，会有多少人戴上耳机去单曲循环。也许是在下班挤地铁的时候，也许是在深夜失眠的床头，也许是在某个看着窗外发呆的午后。当歌单里的第一首歌前奏响起，我们仿佛就能透过耳机看到谢雀山穿着那身沾满风霜的衣服，从迷雾中朝我们走来。我们听着他听过的歌，感受着他感受过的情绪。在那一刻，演员、角色和观众通过这无形的音乐完成了一次最奇妙的交汇。这大概就是艺术最迷人的地方吧。它不需要太多言语，一个旋律就能让人红了眼眶。而且你仔细想想，歌单这个东西，它是有序的。第一首歌是什么？最后一首歌是什么？中间的情绪是怎么起伏的？这其实就像极了谢雀山这个人物的命运轨迹。从最初的隐忍蛰伏，到中间的挣扎痛苦，再到最后的爆发或者释然。谭健次在排这个歌单顺序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梳理谢雀山的一生。他把角色的起承转合都藏在了这几十几首歌的起起落落里。这种心思，真的只有把角色刻进骨子里的人才能做得出来。现在，我就安安静静的等着。等他把歌单分享出来，等我去一首一首的听，去拼凑出那个在乱世中踽踽独行的谢雀山。我想，我可能会在一个很安静的夜晚，关掉房间里所有的灯，只留一盏昏黄的台灯，然后戴上降噪耳机，按下播放键，让谢雀山的世界通过那些音符一点一点地把我包围，也等着和不同周度播出的那一天。我想，当剧集真正上线，当谢雀山的故事在屏幕上展开时，如果剧中恰好响起了歌单里的某一段旋律，我大概会立刻起一身鸡皮疙瘩。因为我知道，那是谭健次在很久以前的某个片场，戴着耳机，替谢雀山流下过的一滴眼泪，也是他替我们提前预知的一份感动。那就这样吧，慢慢来，好饭不怕晚。在这个什么都求快的时代，愿意花时间去建一个歌单，去慢慢熬一个角色的演员，值得我们多等一等。谢雀山，我们在歌单里见，也在未来的荧幕上见。希望到时候那些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们都能在心里轻轻地对他说一句：谢雀山，我们懂你。